小病应该尽早医治，无病则加强预防。唯有时时刻刻关心到自己健康的人，疾病才无机可乘。所以常年的身体检查尤其重要。别说没有时间，只需要短短的25分钟，健康检查就能马上的让你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张淑玉6年前发现患有糖尿病，1年内她的肾也衰竭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丈夫洪建顺无怨无悔地照顾她。有時我聽健康歌，不如每次咯，有翻嚟病，嚟照顧咗。丈夫有严重心脏病，万一比他先走怎么办？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我还没有离开你呢。丈夫随时会心脏病爆发，小儿子甲状腺又出了问题。与此同时，长子更被诊断得了鼻癌。这老天爷给我们这样的痛苦，我们不是忍耐。一家4口4种病，病痛和经济上的压力令这不幸的一家人饱受打击。长子曾经几度崩溃而想轻生。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到目前为止是蛮辛苦的啦。如果没有 NKF 的话，我们就肯定不可以撑到目前的情况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什么时候苍天才能给张淑玉一家一个灿烂的晴天？黄家4口都患上了不同的疾病，饱受了煎熬。医院的加护病房几乎成为了他们的第2个家。为了医病，父亲洪建顺耗尽了他所有的积蓄。因为经济的困难，他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拒绝做心脏绕道手术。无论情况怎么的恶劣，这家人都相亲相爱，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和家人再相聚。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。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。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。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，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。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前方。幸福就在前方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你的前方。不好意思，2次遇见你都把你当成是病人。你以为我中风对不对？我不敢乱猜，只以为你有病，所以说话口齿不清。原来你们2个认识的。我们见过2次面了。啊，我今天带我妈来做运动的，不过还好我带我妈来才可以遇到你，要不然就澄清不了这个误会了。哎呀，我儿子喽叫我来做运动，我这副老骨头一做运动骨头不断才怪。安迪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知道为你安排什么运动的。我妈的血管阻塞了，她上个星期因为心脏病进了医院，下个月要动一个心脏绕道手术。这样啊，那我看我暂时不能够为你安排什么运动计划了。为什么？我的侄女说你一直鼓励我妈来找你的。是啊，我听说张校长做了你安排的运动之后，
可以拿起半包米了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如果你真的要运动的话，就要到医院去，因为那里有专为心脏病人安排的调养和健身室。那是不是物理治疗啊？哦，不是，那是专为心脏病人安排的。做运动的时候会有专人探测病人的心跳频率。那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话，他们会立刻做出反应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你们今天是白来一趟了。没关系。那我回去教他们做运动了。好，大家，我们来做另外一个运动，你们跟着我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，换手，2、2、3、4。妈，让我来吧，你去休息。不用了，传叶最喜欢吃我煮的猪脚了。他是专程来看你的，谁煮也不是一样吗？让你煮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以后想叫他们来吃饭都难。我是怕你累呀。这猪脚好像太肥了吧？你懂什么？猪脚要肥才会香嘛。全家人最懂得欣赏我的菜的就是传叶了。妈，别放太多盐了。你不知道传叶的脾气，如果东西不够咸，他宁愿不吃的。不过上回营养师跟我们说过，盐里头有太多的钠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。哈，我煮顿饭给我儿子吃，为什么你这么多话？哦，对了，我早上交代你买的咸鱼，你买了没有？哦，我听说咸鱼吃多了很容易得癌症，所以没买。我就是想要豆芽炒咸鱼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去买。大伯，哎，你们来了，进来进来。二叔二婶，别乖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我也要玩。哎，我超会带饭呢。Jerry，要玩就要排队的。丽玲只有到立中，你排在立中后面。Boy 呀，人家丽玲难得有机会玩电脑游戏，你争什么？我要玩。丽玲啊，给 Jerry 玩。大哥不用了，家里不是没电脑。Boy，过来。我要玩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是不是杰人来啦？妈妈。乖。哎，你看你吃什么？又长肉了。汉堡包啊。快给妈妈抱一抱。啊，哇。妈，你不要太靠近了 ，Boy， 因为他感冒了。啊？怎么会感冒？看过了医生没有？看了，医生叫他多喝水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有啊。阿弟 ，bring go inside and make sure he drink water。哎，你们坐。二叔，你们来了。哎，大嫂。霞，你怎么了？喘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最近很容易累啊。哎，你快点去把咸鱼剁一剁，我就要炒豆芽了。我先上个厕所，尿急死了。啊，一叫他做事，就说要上厕所。来，大家吃饭。吃饭。大哥吃饭。哎，立宗丽玲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，没叫人吃饭？二叔二婶吃饭。你们吃。杰人，你最喜欢吃的咕噜肉啊！妈，为什么 Jerry 不用叫大家吃饭？多事，吃点饭。趁今天大家都在，传也有话要说。我的信用卡账单来了啊，你看看。嚯，你们一个月的信用卡费用这么高啊？去 SPA 都用了1000多块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看那个，看我highlight的那个部分啊。知道妈医药费吗？是不是很贵呀？妈不会啊。吃完饭再说吧。我想不太好吧。数目这么大，要是大家忘了怎么办呢？妈妈，你不要误会，其实传业呢是很想付你的医药费的，只是你知道我们要供房子又要供车子。都是我不好，
连累你们这么辛苦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医药费我们三兄弟会解决的。还是大哥最明白事理。虽然我们收入很高，其实我们的负担也是非常重的。是啊，生活费越来越高，我们每个月也是刚刚够用而已。对呀，不是催着你们还钱，只是想你们明白，我们不需要你有钱，所以不希望大家拖太久。那你大哥有用了保健储蓄还了一些医药费，怎么算啊？对啊，大哥也用公积金还了一笔钱，我们3个平分吧。公积金怎么平分啊？难道还给公积金局吗？你还现金就可以了。那你们的算盘打得很响，这样也想套现啊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啊？其实照理说，大哥付了钱是不应该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一家人住在这里，而且这间屋子呢是爸爸的，所以你们就当做用公积金来交租好了。交什么租啊？妈也是住在这里啊，而且是我们一直在照顾妈的。不要再说了，不算就不算，反正也不是很多钱。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自己又不是很有钱，人家跟你算，你又不跟他们算，就好像上次卖房子的事情，人家打我们主意，你就是不吭声。大嫂，我卖房子没错，你要知道这间房子根本就没大哥的名字。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一直在照顾妈，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轮到你们照顾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想赶我走？妈，你不要误会啊！你们是不是人呐？我是你妈呀，你们怎么可以斤斤计较啊？如果不甘心的话，就不要养我，让我饿死算了。妈，你真是的，卖房子那么久的事，还提它干什么？早知道你们是来讨债的，我就不来了。这种事情总是要面对的嘛。是啊，如果我们不开口的话，这笔钱什么时候才还给我们呢？每次你们签卡付医药费，我们有说不还吗？我不是说你们不还，可是你也知道，大哥总是要分好几期来还的。那大哥的经济不好，你不可以让他慢慢还的。你们又不是没钱吃饭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大方的话，你先替他还。好啊，等我欠银行的钱一还清，大哥那份我出。你现在单身，当然这么说。当你有了老婆孩子，就知道我的难处了。我想到时候我不会像你那么没有人性啊！当着妈的面收医药费，还想抢大哥的房子。谁要那间房子了？是大嫂先跟我们计较的。大嫂说的对，你们签卡就要大家平分。那大哥的保健储蓄呢？又不是你们还钱。你为什么老是针对我？别忘了，你跟我才是亲兄弟呀！大哥虽然不是我的亲哥哥，可是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永远是老大，你是老二。你这么说，分明就是亲疏不分嘛！我管他什么分不分的，大哥不是妈亲生的，都这样照顾妈。你是妈亲生的，像大龙一样上门讨债，你不觉得脸红啊？传国，讨回自己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，你们现在把事情搞成这样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那大哥呢？他还要面对妈的。这怎么能怪我们呢？如果你们肯合作，说好几时还钱的话，就不会闹成这个样子了。钱，你们眼里就只有钱。你们懂什么叫亲情吗？你们有好好对过妈吗？别忘了，这么多年都是大哥一家人在照顾妈的。他现在很委屈吗？我每个月都有拿钱回去的，而且妈的医药费我也是照付啊。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的？那你有试过3天2头陪妈去洗肾吗？那你有试过像大嫂那样天天在家里煮饭给妈吃，还忍受她的啰嗦吗？还有你们的宝贝儿子，他有试过像丽玲那样陪妈在洗肾中心坐上4、5个小时吗？请一个看护都要给他薪水，现在大哥是免费的帮我们来照顾妈，不但不感激他，还要逼他还钱，当今天打雷劈啊！你我们走，不要跟他多说。你叫妈出来吃饭，是你惹她生气的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们夫妇俩先惹事的嘛。喂，丽玲啊，你比较小，你叫爸爸出来吃饭，他不会骂你的。你还是叫哥哥去吧，毛儿加藤哥哥。
你走，你去。妈妈，你出来吧，我们都很饿了。不吃了，你们吃个够吧，让我饿死算了。妈，是我不好，你出来吃饭吧。你这样不吃不喝，很伤身体的。妈，妈，你出来吧，只要你吃饭，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。你开门好吗？妈，妈。Miss Lim，哎，杨妹今天没有来洗肾。哦，我们已经打电话去她家里了，她家里人说有点事，还在想办法劝她过来。她不可能来洗肾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会再联络她，看她是不是需要接受辅导。妈，你就吃点东西吧，吃好了我带你去洗肾。我不去，我死都不去。妈，洗肾中心打电话来了，我们下午过去好不好？要去的话，你去喽。我去把粥热一热。妈，我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在生气啊？我养了一群不孝儿子，你说我怎么能不生气呢？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以后我都死掉了。妈，妈什么妈？你们嫌弃我是吗？那就等我死掉喽，你们就高兴了，你们就可以开庆祝会了。谁会这样想呢？第一个想我死的就是你老婆。妈，你误会了，阿霞没什么的。哼！妈，传家，哎，张校长，怎么今天有空啊？哎，你妈今天怎么没有去洗肾？她在闹情绪啊，我劝她口水都干了。别泄气，等我来劝她。妈，你不能喝这么多水的。妈，你不能喝这么多水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不能喝这么多水啊，妈！妈，你不能喝了。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啊！你让我死掉算了。妈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啊，妈！如果你有事，你叫我怎么办？那不就好了？不用你为我的医药费操心呢。死啊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一个肾脏病人要放弃自己是很容易的，可是当你看到很多咬着牙活下去的人，你又觉得自己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放弃生命。你当然找不到理由的啦。你有钱，你生活得开心，你还可以做义工，帮助别人。其实，在我当义工之前，我真的希望早一点死。哦，我的孩子都在外国，还给我请了女佣，他们总以为这是给了我最好的照顾。其实，我要的不是这一些。如果有1、2个能够留在我身边，即使听着他们为我吵架，我也甘心。当我听到他们为我的医药费吵吵闹闹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个罪人，累人累己呀。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从来都没有留意到我们身边的人其实也有压力的，他们承受很多。让他们发发牢骚、吵吵架，你也不能接受啊。你洗肾没洗多久，我啊，16年喽。哎呀，这么长啊！虽然我心里常常觉得孩子们做的不够，可是这么多年他们没有把我遗弃，我也应该很感激他们的。你知道我和孩子上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啊？那是1年半以前了。那是我老伴的葬礼。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过你吗？
我看下一次他们的聚会，我是看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想，那是我的葬礼，到那时，我都已经闭上眼睛了。你真是了不起呀！我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我是个有求必应的义工，其实是一个寂寞的老人。一个人要怎么生活，是要靠自己决定。你知道，有多少肾友羡慕你，每一次来洗肾都有儿子孙女陪着你来。你呀，就别再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！叫你不要来公司找我吗？这是妈的医药费。我没有要你去借钱还给我，我只是要让你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也有我的钱财烦恼的。每个人都有个家，我也知道生活的压力，只是我不希望把这个压力带给妈。我给妈什么压力？前天我们大家为了钱吵，她很失望。今天他说什么都不肯去洗肾。什么？他疯你也陪他疯？他不洗肾会死的。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他根本就想放弃，不想拖累我们。如果他不洗肾闹出事情来，那才是真的拖累呢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我说的是事实。如果搞到要住院，你知道那笔花费有多大吗？啊？你知不知道啊？那天你们走后啊，妈根本就没有吃饭。你可以劝他的吗？我说10句啊，不如你说1句。前天啊，妈一心一意要让你们开心，早上洗了4个小时的肾，已经够她累了，她还坚持上巴沙买菜、做菜做饭给你们吃。谁知道你们一走啊，她什么心情都没有了。现在那一大碗猪脚啊，还放在冰箱里头呢。阿叶啊，抽点时间回去看看妈，只有你啊，才能够让她开心的。你也知道我忙吗？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回去洗肾中心了。张校长好不容易啊，才把他劝回去洗肾，他还答应帮我们看着妈呢。阿叶，你也明白，妈最疼就是你。如果你能够做得到，为什么不让她开心一下呢？你说够了没有？今天你的孙女提早上学，等一下谁来载你回家？我不知道，没人来接我，我就自己回家喽。怎么会没有人来接你呢？你媳妇儿不是说会来的吗？哈，谁要等她呀？我有手有脚，我不会自己回去。好，你不等，那我陪你走回去，好吧？妈。哎，传业。妈，你怎么会来这儿的？今天有空，所以特地来看你啊。哦。哎，那塑胶袋呢？如果没有塑胶袋，我坐上去不卫生的。我还是自己回去比较好。妈，以后你坐我的车，我再也不会套塑胶袋了。来，上车吧，我们去吃饭。变了，这里真的变了。以前你小的时候，这里是一间小咖啡店，现在变得这么大了。这间去年刚装修过了。妈，你想吃什么？这里有没有鸡饭呢？有，而且现在都变成套餐，一套一套的卖了。你小的时候啊，很喜欢吃鸡腿饭的。你小时候很霸道，一个人啊要吃2只鸡腿。过年过节的时候呢，传国就跟你争鸡腿吃而打架。
我知道啊，你因为疼我，常常让我吃2个鸡腿，在传国整天都吵着说没鸡腿吃。但是传国也吃了2只鸡翅膀啊。那妈，你想吃什么？叫套餐，这里的套餐可不得选鸡腿呀。可以啊，可是鸡饭对你来说会不会太油腻了？不怕，你叫一个套餐，我叫一个套餐，那你不是有2只鸡腿吃喽？妈，那不如我们就炒几个你喜欢吃的小菜，这样不是更好？其实吃什么都不要紧，我能够跟你在同一张桌子吃饭，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妈，这些钱你先拿着。我不要，你花费很大，留着自己用。我有，你就拿着去买你喜欢吃的东西啊。那好吧，我改天就煮些你最喜欢吃的猪脚给你吃啊。安妮娜，什么来的？不是毒药，吃不死人的。Boy， 过来。什么事？这是你的。啊？雅蒂刚才不是给我吃了吗？雅蒂刚才给你吃的是减肥药，现在这个啊是维他命 C， 吃了不容易生病啊。安妮啊，我都说阿伯你姐小，不要给她吃什么减肥药了。如果我现在不控制她的体重的话，她很难再瘦下来的。你担心什么？男孩子都会当兵的吗？不管多胖，什么都消耗掉啦。阿伯现在才11岁，当兵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只要饮食均衡，还需要吃这些吗？你们父子俩啊都是肉食类，怎么去饮食均衡呢？妈咪，什么是肉食类？喜欢吃肉的就叫肉食类。哦，你喜欢吃药，那你就叫药食类啦。哎呀，不会，过来！哇，真聪明，会举一反三啊！嗨呀，我懒得理你们了。总之呢，我会天天逼你们跟吃药的。哎，安妮啊，你有这样多补品，有没有适合妈的？怎么了？你要去孝敬你妈？妈真的很虚弱，今天我看她走几步路啊，她喘得很厉害。你去见过她？大哥跟我说妈闹情绪，所以今天我就去接她喽。你是说你在我之前你去接你妈？对呀。你怎么不早点说？不会过来妈咪这里。安妮呀，你接触过病人，还这么靠近啊 boy？ 我都说过了，生病不会传染的。我不管啊，总之我要你现在马上去冲凉。来，热腾腾的咖喱泡，谢谢，下次再光临啊。哇，老板娘，生意兴隆啊！你来啦！哎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吃东西？我当然是要吃你著名的咖喱包啦，还要拿这个白花花的银子。又要拿钱啊？啊？哎呀，别那么说嘛，因为我的房客他的妈妈进了医院呢，这个月就没有给我房租喽，所以这个手头是有一点点的紧啊。我儿子有良心，讲义气，老妈支持你。当然了。哎，上个星期你拿800块钱，现在要拿多少钱啊？哇，上个星期我拿这么多啊！今天不用那么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没问题。哎，不过你可得陪我去看你的2姨妈。哎，那边在说什么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哦。哦，这里是 NKF 的健康检查，为这里的居民做身体检查的。要不要钱的？你过了55，免费啊，免费。那好啊，我们去检查吧。啊，不要啦，这里要验血的嘞，验血就要刺针的，哇，会痛的，我不要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你妈的我啊，每一天炸那个咖喱包，被那个油烫到，那才是真正的痛呢，这一点点算什么呢？来，走吧。不要啦，万一查出什么病来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那早知道好过迟知道嘛。我是宁愿有病都不要知道啊。我呢是有免费的，绝对不放过。不要啦，妈的！来，走，来啦！妈，就让丽玲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走2步路是难不倒我的。
我知道你今天心情很好，不过有丽玲陪着你的话，你要拿什么东西也比较方便嘛。是啊，妈妈，你带我去，我可以照顾你。都说不用了，你二叔昨天说过了，如果我多走几步，我以后就不用依赖别人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就让丽玲跟你几天，之后呢，你就自己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昨天跟传业出去一整天都没事。再说，我等下到巴士站就会见到张校长了。你们两个赶快去上班吧。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你是不是要妈生气才肯走？哎，不是，不过我自己走，你们不要跟着来。如果不听，我不会去洗肾的。哎，你二弟也真厉害，不知道跟妈说了些什么。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一直笑眯眯啊，今天又说自己去洗肾。可能是心理治疗吧。如果妈以后可以这样自己照顾自己，那我们就轻松多了。张校长，早。阿珍啊，你为了什么哭啊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阿珍的小孙子也得了肾脏病。他不是只有9岁吗？是遗传，是我害了他。不要这样，你也不想的嘛。老天爷就是这样捉弄我们。我知道我拖累了我的女和女婿，所以我总是自己搭车来洗肾。我真的不想增加他们的麻烦了。你叫我去哪里呀？找这么一大笔医药费来医我的孙子啊！你不要哭了，最多大家再想一想办法吧。哎，走吧，我们先去洗肾。你孙子的事，我一定会给你想办法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他才9岁啊，他的路还远呢。如果家里只能负担一个人的牺牲费，那我就不行了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傻话呢？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还不是一样会让给你的孙子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在一切还没有安排好之前，你还是先回去洗肾吧。我不会去洗肾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女儿女婿的负担。我孙子的病是我遗传给他的，我罪孽深重，只有这样做，我才能赎罪啊！芬，你不要说这种负气话，有事好好的商量啊！你们不要再劝我了，你们让我死了算了。阿珍，阿珍。肾病真是可怕，都不知道几时会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。遗传也不是绝对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阿珍这样不幸。张校长啊，你一定要帮帮阿珍啊！会的，会的，我一定要找义工主管谈谈，希望能帮忙他解决难题。谁有什么难题要解决啊？唐小姐，阿珍的事你知道了吗？珍妮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家里又多了一个肾脏病人，他打算从今以后放弃洗肾了。是啊，唐小姐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普通家庭怎么有能力照顾2个肾脏病人呢？如果经济有问题的话，他可以申请增加津贴。我们这里有些肾友经济环境也是很恶劣，不过他们每个月只需要付50块的洗肾费。啊，张校长，我们等一下就去阿珍家里告诉他。
让他知道他是有希望的。嗯。请问你们找谁呀？我们是阿珍的朋友。我妈已经去洗肾了。哦，她今天没有去洗肾，所以我们来找她。妈没有去洗肾，她一早就出门了。她去到巴士站就走掉了。哎呀，妈也真是的，我们已经辛辛苦苦筹钱给她洗肾，她竟然没有去洗肾。请进。你们坐啊，我去看我妈是不是在房里休息。坐。妈，妈，你的朋友来啦。妈。阿珍，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死了一了百了，我活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不，谁也不能死。我和阿亮说过了，我们一定要让你和子平活下去的。怎么活下去呀？为了给我洗肾，你们日做夜做，现在再多一个子平，你们是不是连命都要赔上了？就算情况再糟，我们都会撑下去的。是啊，阿珍，我们的路是很难走的，但是你忍心看着你的家人因为你放弃而伤心吗？我已经害了我的孙子，我不想再害他没命，我真是造孽啊！女婿怪我，迟早有一天孙子也会恨我的。妈，不会的，我和子平都不会怪你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要骂你的。妈，我们一家人本来快快乐乐的，可是一个又一个病倒了，我一时接受不来，才对你发脾气。妈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哦，是你原谅我。珍妮，哎，唐小姐，顾上。珍妮，生命是很宝贵的，金钱不应该是放弃生命的理由。唐小姐已经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了，你的情况需要用到更多的洗肾基金，这份表格你们就填写吧。洗肾是必要的，相信 NKF 会给你们更多的协助。是啊，珍妮，你绝对不可以放弃，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啊！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brother，起来嘞 ，brother， 起来！啊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嘞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今天带我妈的去看医生。你妈怎么了？她有糖尿病了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妈糖尿病，你还那么开心？哎呀，是最轻微的那种，只要吃药就可以控制的。最严重的是啊，我看到了一个运动专家，我就病倒了。你什么病啊？单吃病咯。我以为什么事？哎，你很无聊哎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运动专家是一个绝世美女嘞。啊，我做了一整天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不好，除非你答应我明天陪我去跑步。跑什么步啊？有时间就去睡觉啊。哎，不要这样啦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来的嘞。干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那个运动专家要带一批肾脏病人一起去跑步运动的。你去跑又关我什么事？我不想当电灯泡啊。哎，我们是 brother 吗？我一定会照顾你的。那边还有一个美女，不过比起那个运动专家呢，还差一点点呐。不过跟你啊是很相配的。那么美留给你自己吧。好，你不帮我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下个月开始月租起1倍。那，你是不是这样对我啊？明知道我等钱用，你还乘人之危？
聪明的人当然是会利用时机的啦。好啊，你要我去可以，除非这个月的租金我不用交。明天早上6点我叫你起床。6点？快点啊！可以吗？快点！哎呀，这么早跑什么步啊？看舍友都已经到了。到了不就到了啦？下午跑步可以吗？下午是可以跑，不会热死你而已喽。我连热死都不要累死啊！好了，不要怨了，不要怨了啊！美女嘞！哎呀什么？哎呀，早就看过了。好了，全世界的美女你都看过了啦，我懒得理你啊。我就跟她说 hello 了啊！拜 ，hello。是你啊？你也是来跟那些舍友来跑步的？是啊，我也是啊。这么巧。你鞋带绑得那么松，等一下跑起来容易摔倒的。还有啊，你怎么还没换鞋子呢？我明天就去换。你准备一下吧，我们就快开始了。好。你不说早上跑很累的咯？怎么会？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空气，当然要做运动嘛！而且我最喜欢做运动了。早上不做，难道等到下午做？切！各位朋友，我们很快就要开始了。如果你们跑得动的话，就尽量跟上；跑不动的话，就量力而为，慢慢走到终点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你好介绍啊你！我怎么知道跑步这么辛苦的？不然我们回家吧。啊？不行，做事怎么可以半途而废的？要坚持到底。啊？你还要跑？啊？跑啊跑啊！不要弄我捞亏啊！你也不要跟我争啊！啊！